这个男人居然是来自距离地球1000光年的外星人，困扰顶尖天文学家上百年的难题竟被他随手解答。更惊人的是，他还能进行超光速旅行。随着一束阳光照进火车站大厅，波特就突然出现在了人群中。警员查问他的车票时，他却说：“你们的星球真漂亮。”女警认为他精神异常，直接把他送进了曼哈顿疗养院。可医生发现他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对人类的一切药物都拥有免疫。院方便把他转给了最权威的精神科医生马克。波特自称他来自遥远的 Capex 星，是一颗距离地球1000光年的星球。I'm curious, how did you get to Earth? It's a matter of harnessing the energy of light. You beings are eons away from discovering light travel. Travel at the speed of light? Oh no, we can travel many times that speed. Various multiples of c. Otherwise, the trip here would have taken about 1,000 years now, wouldn't it? To a man who lived on our planet named Einstein, that nothing can travel faster than the speed of light. What Einstein actually said was that nothing can accelerate to the speed of light because its mass would become infinite. Einstein said nothing about entities already traveling at the speed of light or faster. At tachyons. 马克很好奇，既然他是外星人，为什么长得跟地球人一样？波特却反问到：为什么肥皂泡是圆的？因为这是最有能量效率的形状，所以在地球上他才会像人类。如果是在 Capex 自己就会像 Capex 人。马克问他为何要来到地球，波特说以前就来过好多次，开始只是好奇自己从没来过初级行星。处于进化初级的地球，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波特吃香蕉的方式更让马克感到震惊，他竟连皮一起吃掉，还感觉十分美味，表示能吃到地球上的蔬果，自己就已经不虚此行了。马克问了更多关于 Capex 的问题，比如他们是如何繁衍的。波特回到，虽然他们也生小孩，过程却十分的不愉快，不但让人痛不欲生，还会感到奇臭和恶心。很快，医生检测出他竟能够看到紫外线。波特的解释是在他们星球有2颗太阳会产生特殊的光，所以 Capex 人习惯的光线比较像地球上的微光。果然，马克把窗帘全部拉上后，波特感到很舒服，像是回到了母星一样，这让马克对他的家乡更加好奇，询问 Capex 星上有没有家庭。波特说那里不一样，他们并没有家庭观念，在先进的文明中，家庭已经失去了作用，孩子也不是由亲生父母抚养，而是大家轮流养育，受所有人的教导，甚至政府法律全部都不存在，每个人都能够分辨对和错。马克非常不理解，如果有人犯错杀人，那怎么处理？波特说，在宇宙中以牙还牙，一命还一命，都会被认为是愚蠢的，就连你们的佛祖和耶稣也反对，可怜他们的教徒都不听从劝告。他真想不明白人类是怎么活到现在的。波特知识渊博，思路十分清晰，看起来完全不像精神病人，这让马克也产生了迟疑。第二天，马克便邀请了天文学家朋友，他想让好友帮忙证明 Capex 星不存在，这样他或许就能够查出波特的真正身份。好友便列出一些天文学难题，让他拿去给波特作答。等马克回到疗养院后，发现一个病人出现了诡异的症状，今天开始望着窗外一动不动，这对患有强迫性精神病的人来说是绝不可能发生的。马克上前询问他在找什么，老头说自己在等待象征幸福的青鸟，这是波特交给他的3个任务之一，如果完成3项任务，他的病就会好。马克立即找到波特，说他可以关心病人，但不要随便承诺能够治好他们。波特说凡是生物都有治愈自我的能力，这是 Capex 人几百万年前就知道的常识。马克表示在地球上自己才是医生，治好病人是他的工作。波特反问道，那你为什么还没治好他们？这让马克感到非常无语。波特还解答了他带来的所有问题，得知答案的好友却被震惊到了，因为关于环绕双子星系的轨道运行问题，除了他那全球首屈一指天文学家的导师和2、3位同事之外，根本无人知晓，就连期刊上也从没报道过。这个结果完全超出了马克的意料，而且几位专家也十分好奇，想要见见这位病人，这让马克也产生了怀疑，甚至觉得波特真有可能来自 Capex。接着，马克带他来到了天文研究中心，专家们对他的光速旅行很感兴趣，可波特却拒绝透露任何信息，怕他们会炸死自己，甚至牵连无辜的人，因为光速包含的能量大到惊人，不是现在的人类能够掌握的。他们还是不肯死心，想让波特表演一下光速旅行。波特瞬间说出再见和你好，就再也没动。专家们疑惑地问他什么时候开始，波特却说自己已经回来了。专家们只好以为他开了个玩笑。他们展示了哈勃望远镜拍摄到的 Capex 星，想让波特画出它的运行轨迹。波特没有借助任何工具，直接就在光板上画了出来，还贴心地列出了计算公式。天文学家把数据输入计算机后，竟跟他们测算到的轨迹完全吻合，而且波特的公式还解决了一直困扰着他们的双子星自转模式所出现的射动问题，这直接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专家，惊讶地问他是如何知道的。波特说这是每个 Capex 人都知道的常识，就像地球上连小孩都知道地球环绕太阳转一样。这次会面让马克更加疑惑，甚至怀疑波特是某个失忆的天文学专家。第二天，疗养院里的老头竟真的等到了青鸟，他兴奋地大喊着让所有人出来观看。疗养院里的病人们都见证了这一刻，甚至连10几年没出过房间的女病人也跨出了房门，想目睹下象征幸福的青鸟。这让波特在马克眼里又多了一层神秘色彩，而只有孤单的贝斯识破了那只青鸟就是波特。不久后，一位病人找到波特，想让他用光速旅行带自己离开这里。波特说他只能带一个人去 Capex，
很快这件事就传遍了疗养院。马克听说现在所有人都想跟他回 Capex， 指责他对精神病人做出这样的承诺很不明智。波特表示自己说得很清楚，只能带走一个人，而且他的时间到了，很快就要回去。他计划7月27日离开地球。虽然在地球上使用超光速不会撞到人，但在 Capex 人人都用超光速，所以必须提前安排好日程，甚至要精确到清晨5点51分。半夜里，马克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回放与波特的对话录音，得知7月27号正是波特来到地球5周年的日子。马克猜测他5年前一定遇到了重大变故，才导致了现在的妄想症。马克决定查出事情的真相，便邀请波特到家里做客，希望家庭的氛围能勾起他的回忆。波特刚来到院子里，马克的金毛就冲了过来。马克以为狗要攻击他，结果他是在欢迎波特，连好友都感到奇怪，这只金毛平日里不会讨好任何人。接着波特就跟狗子交谈了起来，还给他当起了翻译。波特告诉孩子们，金毛说不要藏他喜欢的球鞋，还有狗子的左耳不好，所以也不要再从背后吓他，这让小朋友们感到十分惊讶。波特却跟狗子玩得很开心，知道波特喜欢地球上的水果，妻子便做了丰盛的水果沙拉。饭后波特参观了他们的房子，发现照片上有个男孩没来，妻子解释说那是马克与前妻的儿子，他们两个基本上不讲话。波特很不理解，马克一直在试图让他明白血缘关系对地球人很重要，怎么还会犯这种错误。得知 Capex 人没有家庭后，妻子不禁惋惜道，那他们永远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原本聚会进行得非常顺利，波特对待任何人都很温柔，直到孩子们打开了花坛里的喷水龙头，波特突然变得无比激动，拽住马克的女儿不肯松手，竭力阻止他靠近水龙头。4名壮汉都无法控制住他。意识到不对的马克立即让妻子关闭了水阀，可恢复正常的波特却对刚才的事情毫无记忆。马克感觉他推女儿荡秋千的样子很熟练，并不像来自 Capex 的外星人，而且他肯定遭遇过暴力意外。很明显，他抓住女儿是在保护，而非想要伤害。马克决定帮他回忆过去，面对痛苦。他认为波特提到7月27号返回 Capex， 到那天他会变得暴力伤害别人。马克去病房找波特时，他却不见了。病人们说他有事北上几天，为了写完报告，他要去一趟格陵兰、冰岛等几个国家。果然，疗养院里到处找不到他的身影，波特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几天后，马克发现他自己回来了。马克立即提出对他进行催眠治疗，否则的话，院方就要把他转入精神病科，每天都会被注射药物。他在离开地球前就会变成傻子。波特犹豫过后便接受了这个提议。进入催眠状态后，马克引导他回忆过去。波特提到他在地球有一个朋友，马克问起朋友的身份时，波特只说好友在屠宰场工作，名字和地址都拒绝作答。马克继续引导他回忆更早的事情，他记起跟朋友一起看星星，那里有他的故乡。询问他来自哪里时，波特的回答依旧是 Capex。他经常教朋友认识星座，可这次好友却没有心情，因为出事了，所以才叫他来的。每次一出事，朋友就会叫他来。马克好奇他们是怎么联络的，可波特也不知道他能感应到就来了。马克想问出他是怎么来地球的，这时波特却突然说自己想出去。医生检测到他的身体在抗拒，马克只好结束了催眠。回去后，马克立即开始调查能够看星星的偏远屠宰场。此时病人们都争先恐后的想跟波特回 Capex。老头提议写下自己要离开的理由，然后决定出谁跟着波特走。很快他们又进行了第2次催眠，这次马克成功套出了他的朋友生活在一个有条小河的乡镇，还有好友妻子和女儿的名字，但符合条件的屠宰场依旧密密麻麻。这时病房里却出事了，老头差一点勒死睡梦中的小黑，可小黑却显得异常兴奋，因为他一直害怕各种死亡。老头让他体验了一把濒临死亡的感觉，让他突然想通了，死亡不是自己能控制的，表示他敢趴着睡觉了，带刺的鱼也敢吃了。现在他感觉自己的状态非常好。马克去找到老头询问时，老头很骄傲地说他治好了小黑，这是波特交给他的第2项任务，只要再完成最后一项，他自己的病也会好的。在进行第3次催眠时，马克直接让他回忆5年前的7月27号，当时波特正在 Capex 收割粮食，突然他感觉到朋友出事了，在呼唤他。他来到地球时，朋友正在河边准备自杀。马克立即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波特却开始痛哭流涕，表示好友不想说。最后朋友跳进了河里，水流太急，他无法救援。马克想跟他的朋友对话，以为是好友伤害了妻女，可听到他们的名字后，波特突然开始情绪崩溃，出现暴力倾向。马克只好再次唤醒了他。在波特起身时，一根铅笔头意外掉落。马克根据上面的编号查到了产地，让助手找出了当地5年前7月28号的报纸，果然发现报道中有个叫罗伯·波特的人溺亡。马克马上赶到了小镇的警局，让警长帮忙查到了罗伯事件的档案。随后警长带他来到罗伯以前居住的房子，原来这里曾发生过一场令人震惊的惨案。罗伯外出干活时，一个流浪汉跑到他家里，起初流浪汉是打算盗窃，却遇到了罗伯的妻女，母子俩就被残忍的杀害。罗伯回家后恰好撞见了这一幕，气愤至极的罗伯直接拧断了流浪汉的脖子。在院子外，马克发现秋千和破损的水龙头时，才明白波特看到喷水为何会失去理智。后来警方在河边发现了罗伯的衣服，却始终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只好宣布了溺亡。马克认为自己终于查出了真相，他找到波特开玩笑地说想见识下 Capex， 波特却让他多关注自己的世界，尤其多见家人，邀请前妻的儿子来过圣诞节。随后波特说出了这次来地球的感触。There's enough life on Earth to fill 50 planets. Plants, animals, people, fungi, viruses, all to find their place, bouncing off each other, feeding off each other.
You don't have that kind of connection on K-Pax. Nobody wants, nobody needs. On K-Pax, when I'm gone, nobody misses me. There would be no reason to. And yet I sense that when I leave here, I will be missed. Strange feeling. To stay as one of us. I will miss you, Dr. Bell. 不久后，所有人为波特举行了欢送会，而他交给老头的最后任务就是留在这里。虽然不能去往 K-Pax 让老头感到失落，但他还是欣然接受了波特的提议，并把大家想要离开的理由交给了波特。波特却从角落里捡起了贝斯扔掉的纸条。7月27号这天的凌晨终于到来，大家都在盯着波特的房间，还特意在门口派了守卫。可刚到5点51分，监控就失去了画面。波特摘掉墨镜，站到了阳光下。等马克赶来时，发现他失去了意识，躺在床底。医生们把他推出来后，所有病人都不认识他，认为这个人不是波特。突然，大家反应过来，贝斯不见了。最后，波特选择带贝斯回了 K-Pax。他在纸条上写的是“我无家可归”，或许这才是最适合去 K-Pax 的理由，因为他在地球上没有了任何留恋。马克这时也明白了，其实留下来的是罗伯，真正的波特已经离开，返回了 K-Pax， 而马克就是他选中来照顾罗伯的人。墨镜旁边是他留给马克的一段话：现在的地球人还不知道，但 K-Pax 人早就发现了，宇宙会膨胀，然后缩回原形，然后再膨胀，如此周而复始。你不知道的是，当宇宙再度膨胀，现在的情况又会重演。你这次犯的错，下次还会再出现。你犯的每一个错，将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永无止境。所以我劝你有错要马上改，因为这次是你唯一的机会。